印度国内终于来了一个好消息，本该于2011年服役的维克兰特号航母终于下水试航了。时隔10年，期间印度航母下水的消息大大小小出现过几十次，每一次都能让国际社会看到印度迫切证明自己是亚洲第一海军的决心。但是从结果我们只能看见印度人那屡败屡战的坚强信念。其实从近些年印媒发布的消息中，我们不难看出印度人迫切的需要证明自己。印度海军发言人第一时间就在社交上发布，称这是自豪的历史性的时刻。在疫情的严重挑战下，印度仍然可以自主设计和建造先进航母。印度媒体也称赞到，维克兰特号航母国产化率达到了75%，是完完全全的印度制造。印度已经加入现代化航母国家的精英俱乐部。不少印度媒体甚至宣称，维克兰特号航母完全可以对比，甚至超越中国航母。国际媒体评论道，印度能在资源和基础如此平庸的情况下，能够拼凑出一艘航母，并且下水了，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言语上，我们不难看出，印度所谓的完全国货到底有多少水分。而美国媒体的评论更加给印度浇了一盆冷水。相比于苏联时代的航母，印度航母的技术确实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但在印太地区，与印度最大的对手中国相比，不管是建造速度还是技术水平，中国在航母的力量方面，印度是远远比不上的。虽然印度在着手建立一支现代化航母舰队，短时间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甚至这样的趋势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维克兰特号航母排水量仅为 4.45 万吨，能搭载34架舰载机，主要搭载米格 29K 战斗机和各系列直升机。未来可能向美国采购 FA-18 和阵风。至于美国的 F-35，那自然是别想了。不提航母本身的战斗力，我们都知道航母没有驱逐舰和护卫舰的保护，那就是一个活靶子。这也正恰恰是印度的短板。未来印度想要组建正式的航母战斗群，目前来说看不到任何希望。对比于印度航母，我国现在已经在执行任务的航母就有辽宁舰和山东舰。目前来说，印度想要超越中国的想法还是痴人说梦。印度国内热情的高涨，在国际社会上是个笑话。自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球大爆发以来，美国人就一直坚持所谓的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并将这一指控强加于中国。为此，中国自证清白，邀请世卫组织专家组来华深入调查。最后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并非新冠病毒的发源地。但美国并没有理会这一结果，而是要求世卫组织再次进行调查。显然，美国并不相信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团的结论，他们就是想找一个借口来打压中国，通过恶意污蔑和无端指责，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受到损害。不过，随着德特里克堡的广为人知，新冠病毒的源头疑点也由中国转移至了美国。为此，拜登在近日急忙改口。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日前，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称，美国总统拜登不支持前总统特朗普要求中国为新冠病毒提供超过10万亿美元的赔偿。需要知道的是，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他频繁就新冠肺炎的发源地恶意抹黑了中国，并多次公开称这是中国病毒，随后更是向中国索赔10万亿美元。毫无疑问，拜登现在开始害怕了，因为当下的研究表明，新冠传播路径直指美国自身，所以现在的拜登才会突然醒悟，不支持对华索赔10万亿美元，希望就此罢手。但事情发展到了现在，即使美国不提新冠溯源，中国也要追查下去。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拜登刚上任就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抹黑政策，90天的调查期限已到。虽然美国没在中国查出任何问题，但美国自身的问题却暴露了出来。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科学部主任乔马尼在7月23号向外界透露，他将荷兰与意大利2家实验室在疫情爆发之前收集的血样重新检测过了一遍，最后发现这批在2019年就已经采集完成的血液中携带有新冠病毒。这就说明意大利的新冠病毒出现时间还要早于新冠病毒在中国爆发的时间。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批血液的样本来自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军所携带的血液项目。这就是说，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途径现在已经可以初步肯定，0号病人来自美国军队内部，其跟随着美军的行动路线向欧洲和中国传播。虽然拜登政府不可能接受对德特里克堡的调查请求，但这也恰恰证明该美军实验基地必然藏有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对此，随着外界对调查德特里克堡的呼声越来越高，拜登现在才会立马改口，不支持对华索赔10万亿美元。
在最近，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在近期统计了一份自1990年至今的国际领导人外交访问次数的报告。通过这种数据上的整理，澳洲这个智库将中美接受国际外交访问的次数进行对比。从数字上就很直观地发现，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受欢迎，而中国却已经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力。文章以2019年的记录为开端进行阐述，在当年一共有79位外国领导人主动访问中国，而与此同时去美国访问的仅为27位。这在几十年前是很难想象的，这意味着美国已经从真正意义上失去了对国际社会的领导能力。从1990年到2001年的记录里，全球各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平均每年达到了65.8次和60.5次，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这个数值更是达到了71.8次。从国力上来说，这是美国处于巅峰时期的状况。而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的访问次数甚至只有个位数。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曾经有过几年的高访问率，但随后又快速滑落。双方开始出现变化是从2008年开始的。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加上对外战争，国内社会冲突上升，美国的国力已经开始出现下滑状态，对美访问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快速滑落。而中国是从这个时间点经济数据开始发力，国际外交人员来华的访问次数直接突破了美国。到2013年，中国采取发展积极对外关系，此后美国接受访问的次数就再也没有超过中国，甚至于美国绝大多数的盟友，比如韩国、德国、法国、新西兰的领导人前往中国访问的次数远高于去美国的。文章认为，国际外交是一个十分现实东西，能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深层次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数值的多少其实已经能够反映出其在国际上的作为和影响。疫情爆发之后，这份数据不再方便统计，但以前3年的数据来看，中国接受访问的数据已经成功拉开了美国2倍。这30年前几乎没有人会猜到，美国也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受欢迎。有意思的是，有网友调侃，美国这几年对待盟友是光给奖状却不给奖金，这让各国的观感下降了很多。而澳洲智库这波分析可能是想提醒美国要给点好处了。西方国家对于我国南海一直都是非常重视，经常以所谓自由航行的名义进入我国南海挑衅。近期，英国航母刚离开南海，德国又将其军舰派遣到了亚太，未来也会进入我国南海。而我国的邻国印度也没闲着，也想着来南海凑一凑热闹。美日印澳甚至组成了4国联盟，目标直指中国。面对这些国家轮番的挑衅，我国自然不会束手待毙。就在英国航母进入我国南海之际，我军在南海地区多个海域进行了实弹演习，同时警告英国舰队不要轻举妄动。在解放军强势的警告下，原本气焰嚣张的英国舰队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我国南海。幸好英国航母舰队离开得早，再晚点可能就会被我军全面包围，出都出不去。据环球时报报道，我军近期在南海某海域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此次演习范围达到了惊人的10万平方公里。有专业人士分析，从演习的范围来看，足以支撑我军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射击，并且我军山东号航母很可能也参与到此次演习之中。此次参演的部队可能不仅限于海陆空3军、火箭军，甚至战略支援部队都有可能参与到演习当中。事实上，在这之前，解放军近年来在周边海域演习已经成为常态了，这么大规模的却是非常少见。很多专家认为，之前解放军的演习都是针对美日等国的一些挑衅行为做出的回应。而此次英国航母、德国军舰和印度军舰想要轮番进入南海，再加上一直在南海赖着的美国海军，我国南海已经聚集了很多国家的军舰，难免会有小小之辈脑子一热做出过分举动。所以我军这次这么大规模亮舰，是为了在南海给这些国家定个规则。规则并不复杂，也很合理，就是希望各国在我国南海海域不要惹是生非，通过可以，不要试图挑衅，更不能有任何越线行为。说白了，在我国南海海域，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是龙你就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就得给我趴着，想要搞事情绝对没有好果子吃。虽然也有专家表示，我国在南海海域进行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的演习只是为了锤炼解放军保卫国家的能力，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对号入座，大惊小怪。确实，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解放军的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但不代表其他国家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我国南海进行挑衅。任何国家在踏入我国领海、领空和领土的那一刻，最好规规矩矩，不然我们作为东道主不得不动手教会他们如何遵守规矩。